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如果半夜有人敲门铃，并想让你帮帮他，你会去开门帮他吗？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不会开门的。但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小泽，他不但开了门，甚至让他相信了魂的存在。凌晨2点左右，小泽睡得正熟，但他在睡梦中迷迷糊糊，好像听见门铃响了。他其实也不确定门铃是不是真的响了，但他带着这样的想法起了身子，半信半疑地走到门口。这时门铃又响了。小泽家的门外并没有装监控显示器，所以看不到来的人是谁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开了门。他在想，这半夜2点来的人会是谁呢？在门内，他问来的人是谁？你是谁？因为现在是凌晨2点，他觉得这个人可能喝醉了，意识不清醒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像是老妇人的声音：“抱歉，那么晚来找你，请帮帮我。”他连忙开了门。这位老妇人摇晃着臂膀，呼吸急促。他问老妇人发生了什么事。来这儿，来这儿。老妇人拉着他的手，小泽他跟在老妇人的身后。有人在这个房子里快要不行了，他这样对小泽说道。请帮帮那个人。老妇人这样对他说。小泽同意了，并试图打开老妇人家的门。门是锁着的，他和老妇人说。老妇人告诉他，他可以破门而入。小泽看了下，这门是装有玻璃的格子门，可以轻松地将门踢倒。小泽破门而入，进入邻居家。那里躺着一个老奶奶。您还好吗？老奶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小泽马上用手机拨打了119，叫了救护车。没过一会儿，救护车来了，之后警车也来了。一名警官问他：“是你报的案吗？你看看这个前门怎么就这么坏了？”小泽告诉警方，一位老妇人半夜来他家，老妇人想让他帮助与他同住的人，但在门口时，他觉得老奶奶家的门没有开着，很奇怪。警官问他是不是未经允许就进屋了。我什么都没想就踢开了这扇门，是因为老妇人向我求助，她就在那里。小泽告诉警官，这就是向他求助的老妇人。警官找到了老妇人。警方表示，他们将分别审问老妇人和他。就是在这样的对话中，他们发现躺在屋子里的老奶奶正是那个向小泽求救的老妇人，他们完全是同一个人，脸和发型都是一样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警察和他对视了一眼，他们说老妇人和老奶奶长着同一张脸。这时老妇人大声对小泽说谢谢他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就在这时，老妇人消失了。那位警官和他一样看到了老妇人的消失。警官告诉小泽，他稍后会与他联系，进一步了解老妇人的情况。小泽接到了警官的电话，他本以为警官会告诉他老奶奶已经死了，因为小泽对老奶奶的死有预感。但警官告诉小泽，老奶奶还活着，是他救了她。那这样，话说回来，那条路上消失的老妇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警官也觉得很奇怪。小泽在老奶奶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拜访了她。老奶奶和他说，那一天她被食物噎住了，她痛得捶自己的胸口。她依稀记得小泽是怎么踢门破门而入的。简而言之，她是有意识的。她这样告诉小泽。那么是不是真的有魂之类的东西从老奶奶身上挣脱出来，并按下了她家的门铃？究竟是谁找他帮忙的？小泽经过老奶奶的同意，来到了她的房间。他好像懂了。老奶奶家里有个佛坛，那里有遗像。仔细的一看，此人的面容与这名老奶奶一模一样。小泽原以为这幅遗像可能是老奶奶的母亲，
后来从老奶奶口中得知，遗像上的人不是她妈妈，而是她前几天刚去世的双胞胎姐姐。小泽恍然大悟，对老奶奶说：“在我踢开门进入您家之前，我见了您的姐姐，是她按下我家的门铃向我求助。”这时，老奶奶落下了眼泪。事实上，这位老奶奶已经没有了家庭，她一个人住，总是很孤独。唯一可以和她说说话的，就是她的双胞胎姐姐。但遗憾的是，她这个双胞胎姐姐也病逝了。她现在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生活，没有人和她说话，也没有人和她一起吃饭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被神也好，祖先也好，被他们照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双双的眼睛在看，这也就印证了那句话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做坏事，要多做好事、善事，这样我们的祖先才不会为我们而感到羞耻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